以前的美食博主做饭。明明不是下雨天，却淋湿双眼，与你有关的泪点，你仔细听。现在的美食博主做饭，准备一锅米粉啊，米粉！加入一块淘宝111买的手工火锅底料啊，这个火锅底料啊，看起来就很正宗啊，其实它的油特别香。再加入我们的重头戏菲力螺啊，拿个鸡蛋啊，搅拌。拍个4分钟啊！家人们，柱哥其实做这个东西也挺不容易的。如果家人们手里有免费的赞的话，请多多支持一下小柱子。在我们的火锅底料焖饭就完成了，我敢打赌，你们肯定以为这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哦，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挺绝的。这口下去真的好绝，既有地道四川的麻辣味，还有巧克力的香甜味。对了，今年最后一次淘宝111购物狂欢节了，只是这个地道的火锅底料，还有超多商品满199减25，各种心意好物随便选，点击下方链接还有机会领取更多5折优惠券哦。最后特别的美食大家分享给特别的人吃，二坏二哥。好吃到疯狂眨眼睛，是吧？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学校举办了一场爱心义捐，大家可以把自己家里用不上的东西带来拍卖，拍卖所得的钱会全部捐给贫困家庭。最后谁捐的多，期末就会评选为3好学生。一时间大家兴致高昂，都在讨论自己明天要卖什么。有的要卖自己不穿的衣服的，有的要卖自己不要的玩具，还有要把自己家古董偷偷带出来卖的大孝子，势必要卖出最多的钱。唯独二哥不以为然，仿佛这件事情与自己无关。到了拍卖当天，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人眼花缭乱，唯独二哥就带了一个橘子。就在大家以为他要拍卖橘子，对他露出鄙夷的目光时，他就把橘子剥开了，直接吃了起来，还把橘子皮弄得到处都是，被路过的学校领导抓了个正着。然后学校领导就罚二哥去垃圾池帮忙。巧的是当天正好举行义卖活动，学校买了大量的瓶装水，二哥在那里捡了半个小时的瓶子就卖了10几块钱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二哥趁老师不在，用办公室里的电话点了份大鸡排饭。每天在学校里面吃青菜和肥肉的同学们哪见过那么大的鸡排饭，纷纷抢着要用自己拍卖的东西来跟二哥换，甚至还有人拿出了迪迦的变声器。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，谁拥有变声器谁就是人间体，但二哥却没有同意，而是换了一个便宜的悠悠球。就在大家为他错失人间体的机会而感到惋惜时，二哥却在教室里面直接耍起了悠悠球，跳火力少年王的连招下来，他的背后仿佛有一条龙。一时间全班乃至隔壁班的同学们都沸腾了起来，纷纷想要抢购悠悠球。一时间悠悠球的价格飞涨，是有人要用自己准备拍卖的自行车来换二哥手中的悠悠球。如果当时有带货 KOL 的话，我想二哥一定是当之无愧的 No.1。最后二哥以自行车拍卖获得了捐赠的第2名，但由于第1名是偷家里面古董卖的，被家里人发现之后痛打了一顿，取消了成绩。于是二哥就变成了第1名。从开始的橘子到后来的自行车，但凡走错一步都没办法完成这个惊天翻盘。就因为二哥仅凭一个橘子做到了惊天翻盘，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橘右京。事后有人采访二哥，问他是如何想到用一个橘子换到自行车的，二哥叹了一口气说：当时起太晚了，就来得及带个橘子当早餐。柱哥，想不想回到18年的抖音？那不废话吗？18年的抖音可是神中神呐！我在汽水音乐发了一个怀旧歌单，里面全是抖音18年大火的歌，你要不要试试？真的假的？你懂18年的抖音啊？迫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，我怎能怎么与世界之大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，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， 再见我的眼泪在江湖。快赞！不是哥们儿，这一下给我干哪来了？怎么样，这汽水音乐牛吧？新用户登录还能够领取会员，更有机会领取汽水音乐节门票和明星签名照，我信梦一个抽中。小学3年级后，《水浒传》在电视上热播，大家都对电视上那些人的兄弟情谊特别的羡慕。向来聪明的二哥也看准了这个时机，迅速组织了一帮同学桃园结义，并自命为老大。大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认同了二哥的提议。我们挑了一个黄道吉日，在学校的后山上集合，准备结拜仪式。二哥先是慷慨激昂的演讲了一番，接着表示为了稳固大家的兄弟情谊，他打算削发剃手做个代表。
接着就拿出了他从家里偷来的剃须刀，开始用剃须刀剃头。他从中间开始剃的，刚刚剃完中间就被教导主任发现了我们，二哥的剃须刀就被没收了，头发也只剪到了一半。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，隔壁班的同学发现二哥中间没有头发了，纷纷当着他的面嘲笑他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脾气暴躁的二哥立马向隔壁班下了战书，约好时间要进行一场大战。那边答应后，二哥立刻组织起了班上的同学，并号称梁山好汉。而我凭借着出色的头脑，毫不费力地占据了智多星这个外号，而二哥则号称托塔李天王。到了约定的那天，我二哥提议，我们应该学习一下电视剧里的梁山好汉，要用计谋，不能光靠蛮力。大家都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我就制定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诱敌深入方案。首先由看起来地位最高、看起来最欠打的二哥去把敌人引过来，其他人事先藏在屋子里，等他们进入圈套后，我们一起冲出去，打他个出其不意，一举消灭敌人。二哥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后，激动的面红耳赤，直夸我机智，迅速按照计划去挑衅了隔壁班的人，然后一路狂奔，把人都带进了我们的圈套。看见隔壁班那些小崽子们都毫无防备，我一激动把房子上的门把手给拧了下来，我们都被困在了屋子里，眼看着二哥一人单挑隔壁班一群人。很显然二哥的力量有限，不到1分钟，局势已经非常的明了了。我们在房间看到场景，心惊胆战，几个胆小的头都扭了过去，不忍心看。事后二哥质问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我脑袋立马想起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。我慷慨激昂地对二哥说：“大人，时代变了。”不同地方9月底的气温，其他地区。哇，9月底的天气变得好冷啊！不行，我得上网买些秋装才行啊。长沙。我想用枪在你的脑门上打个大洞，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。当你提前买好秋天的衣服时，其他地区。入秋了，我的大衣终于可以穿上了。湖南。白买了。给你，你会怎么选？现在有一颗红色牛肉干和一颗绿色牛肉干，选择红色牛肉干你会获得永生，选择绿色，哎，你别说了，我猜到了，选择绿色的话是五香味，而且好吃到靠北，对吧？没用的，我选择永生。不是，选择绿色的话你会变成奥特曼。那我选绿色。你有见过这么潮的小说吗？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校霸，是出了名谁都不敢惹的那种。有一次课间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女生一起在操场打羽毛球，突然听到一个女生指着我身后说：“校霸来了！”我吓得手一抖，球拍直接飞了出去，然后就听到啪的一声，球拍准确无误地砸到了校霸的头上。他大吼道：“谁干的？给老子站出来！”顿时所有女生吓得不敢出声。我诺诺地举起手说：“是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他就猛地向我冲过来，来到我面前，手捂住胸口，满脸委屈地说：“我疼。”我愣住了，心想我砸的明明是头，他捂胸口是几个意思？还没等我回神，就又听到他说：“你必须要对我负责啊！”顿时全操场的人都炸了。你们学习这部小说怎么去形容呢？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一次校花穿了一件比较暴露的衣服来学校，下课我们都去操场玩，我看见校花向男神跑去，我一直盯着他俩，没注意脚下的石头摔了一跤，男神看见马上跑过来，校花看见了也故意摔了一跤，我正想站起来，男神又把我推倒在地上说：“你连对我抱的机会都不给。”男神说完一把把我抱了起来，还亲了我一下，地上的校花气得原地爆炸。先不说这个故事怎么样哈，就这个画面来说，我学了4年动画的朋友自愧不如。